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心眼很小，他不会结束，他会一直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。如果我喜欢一个人，那一定是因为我喜欢他的性格，或者长得帅。我们要宰相肚里能撑船。我去游乐园看到过山车我就跑了，我胆子超级小，直肠子不能 hold back， you know what I mean？ 哦，心肝宝贝，心肝宝贝，我的小心肝。Hello， 你们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很高兴认识你们，我是 Stella， 你们也可以叫我六六。在这里，我会和你们一起用最地道的方式学习中文。欢迎回来，今天我们继续研究中国人。上一个视频里，我们已经研究完了中国人的头、中国人的脸，什么脸皮厚、脸红、丢脸、眼红、嘴硬等等。如果你还没看上一期，我建议你先去看。不然今天这个视频你可能会觉得中国人身体是不是有点问题。今天我们继续研究中国人的身体里面，今天我们直接打开中国人的身体，来看一看中国人的情绪到底住在哪里。准备好了吗？ Ready, go! 先来看一个问题，如果一个中国人说这个人的心眼很小，他是在说他的眼睛很小吗？当然不是，这里的心眼其实不是眼睛，更像英文里的 mindset， 就是一个人怎么看事情，怎么看别人。如果一个人的心眼很小，他特别容易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一些很小、很不重要的事情上。别人可能早就忘了，但他会一直记着，尤其是那些让自己很不开心的事情。比如我给朋友发了一条消息，他一天都没有回我，然后第二天他跟我说，不好意思，我昨天太忙了。很多人都会觉得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没有关系 OK， 事情结束。因为我们都会有时候很忙，忙的时候确实有可能忘记回复消息，这很正常，对吧？所以有时候即使我们有一点点不开心，但是对方解释后我们还是会非常理解。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心眼很小，他不会结束，他会一直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，然后过了3个星期，吃饭的时候他突然说，你终于回复我消息了。然后你就会发现原来他一直没有忘。这种人中国人就会说他的心眼很小，事情本身不大，不是事情大，而是他的心眼小，让这件事情变得很大。再比如公司开会，老板只表扬了别人，没有表扬你，别人可能第2天就忘了，但是有人可能1个星期以后还在想为什么没表扬我，然后这之后老板每次一说话，他就会想是不是不喜欢我。有时候可能确实是真的，这里不一定是假的，有时候可能确实是真的，谁也不能保证。这种也可以说心眼小，所以心眼小的人不一定是坏人，他只是很容易把事情放在心里，记着，放着放着本来是小事情，但是慢慢变成了大事情。心眼小的人可能生活也比较累，因为他们的脑子里有太多的事情。那如果相反呢？这个人没什么心眼，这个人没有心眼，是不是很危险？脑子里什么都没有？当然不是，很多时候他的意思反而很不错，非常不错。如果别人需要帮忙，他会帮；别人请他吃饭，他会非常开心；别人夸他一句，他能开心一天。这种人我们就说他没什么心眼，意思就是简单、直接、单纯，他不会算来算去，也不会想办法利用别人，然后让自己得到好处，没有那么多套路 tricks， 没有那么多套路。当然如果他生气了，他也是很真实的生气，也不会想用自己的生气给自己带来好处。哎呀，反正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人，有时候太单纯了，过度单纯。
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没什么心眼的人，没什么心眼。如果我喜欢一个人，那一定是因为我喜欢他的性格，或者长得帅。真的，我不会因为他对我有好处，他在未来可以帮助我这些原因而和他成为朋友，我不会。因为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喜欢他，我和他在一起我很舒服。如果我不喜欢他，我和他在一起不舒服，即使他能给我带来再多的好处，即使他再有用，我也不想和他成为朋友，我觉得很累。如果我不喜欢他，就算他特别有钱，特别厉害，我也不会想跟他天天在一起。这就是我没什么心眼吧，我确实比较简单。但是我也很理解，如果在一个竞争很大的工作环境里，如果你没有心眼，其实有时候对自己是有很多坏处的。因为所有的人都有心眼，甚至心眼很多的时候，没心眼的人看起来就非常傻了，很容易被别人利用。我有一个故事。我之前有一个同事，我们做的工作也差不多，我一直负责做事情，他只负责拍照片这样的事情。最后老板看到的全都是他拍的照片啊，这里拍这里拍，所有地方都拍。然后老板觉得他工作特别认真，反而我是不认真的那一个，我是摸鱼的那一个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他真的挺有心眼，因为他知道老板最后看到什么比真正做了什么更重要。所以如果中国人说这个人心眼很多，一般不是夸他聪明，而是说他做每件事情都会先考虑自己的利益，很会算。如果你特别喜欢看爱情电视剧的话，你应该知道在电视剧里一般都有一个第三者。我们有时候开玩笑的说小三，就是情侣之外的一个人，或者是男生或者是女生都可以。他们一般都是心眼很多的人，算来算去一直在想怎么能把别人的丈夫或者妻子抢过来。这不是简单的工作，一点都不简单，这需要非常多的心眼才能成功。对我来说，我应该永远都做不了小三，因为我没有这个脑子，我也没有这个心眼，所以我一定不会成功。那如果把眼去掉，我们会说这个人的心很大，心很大这个词特别有意思，有时候是在夸，比如别人骂他，你怎么这么笨呢？他说没关系。考试没考好，他说没关系。手机丢了，他说没关系。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什么不好的事情，他都说没关系，一点都不在乎。我们就会觉得哇，这个人心真大。但是有时候他也不是夸奖，比如明天就要考试了，然后今天晚上12点他还在打游戏，这个时候我们也会说你的心也太大了吧，意思就是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，你怎么一点都不在乎。所以同一个表达在不同的环境里也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情。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喜欢说心眼？心眼大，没心眼，心眼多，心很大。其实在传统的中国文化里，很多人都相信一个人的内心比能力更重要，一个人的内心比能力更重要。所以中国还有一句特别出名的话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宰相肚里能撑船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真正厉害的人不是那种特别聪明的人，也不是最会赚钱的人，而是在别人让你不舒服的时候，你还能选择理解别人，还能包容别人，还能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别人说错一句话没关系，别人做错一件事没关系，我们要宰相肚里能撑船。很多中国人从小就会开始听到这句话，所以很多中国人从小就会被教育
做人要学会包容别人。我们之前说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忍，其实也是这个道理，包容。不过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比如今天要是有人抢走我的奶茶，我的肚子可撑不了船。好啊，接下来再来看一个心软这个词，我特别喜欢。如果一个人特别容易被感动，特别容易原谅别人，我们就会说他就是心太软了，他太心软了。你总是心太软，心太软，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。比如别人找他借钱，他其实也没什么钱，他其实想拒绝，但朋友一句求求你了，他就答应了。这种人就是心软。这也让我想起上个视频我们讲过的一句话，这里哦，刀子嘴豆腐心。很多中国父母就是这样，嘴上说别回来了，烦死了，自己想办法。结果呢，你回家的时候，水果已经切好了，饭也做好了，嘴很硬，心很软。中文真的很喜欢把情绪放在心里，开心、伤心、放心、担心、安心、灰心、偏心、良心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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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知道这些心的意思吗？如果你不知道，欢迎在评论区里留下你的问题。好像所有感情最后都会跑到心里面。在很多中国人的观念里，心不仅代表爱情，它还代表善良，代表真诚，代表一个人的品质。所以中文里有特别多和心有关的词语和表达，比如良心。如果有人说你有没有良心啊，他其实是在问你是不是一个善良的人，你是不是一个知道回报的人，是不是一个品质好的人。还有一个大家天天学，但是经常有问题的一个词，就是放心。为什么不是放脑子 lose your nerve？ 其实放心就是把心放下来，让心不要那么累，让心休息一下，不需要一直担心。在你学习中文的时候，你肯定会觉得中文太难了，觉得自己有时候应该永远都学不会中文。但是请你放心，时间会告诉你答案，只要一直坚持，一定会成功的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已经研究完中国人的心了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向下，继续看中国人的身体里面。我想先问你们一个问题，如果我问你勇气住在哪里，你会怎么回答？在脑子里，在心里？中国人会告诉你勇气在胆里，胆就是我们的 gut。如果一个人什么都敢做，什么都不怕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我们就会说他胆子真大。比如游乐园的过山车，天哪，我到现在我还从来没有坐过过山车，因为我太害怕了。我觉得我的心真的会跳出来。我去游乐园看到过山车我就跑了，我胆子超级小。但是我的朋友呢，不仅不害怕过山车，很喜欢过山车，而且一上午就坐了5次过山车，结束之后感觉还没有玩够，我就会说，哇，你胆子也太大了吧。说到这个，我还想到了游乐园的另外一个项目，就是鬼屋 Haunted House。 我胆子真的太小了，每次还没进去鬼屋，我的腿就已经软了，甚至会害怕的哭。每次鬼还没出来，我就已经准备回家了。但有些朋友他们一点儿都不怕，有时候甚至他们会让鬼害怕，他们让鬼害怕，他们比鬼的胆子还大，他们胆子真的太大了。胆大胆小各有各的好处，也各有各的坏处吧。我觉得胆小一点也没什么不好，至少胆小的人一般比较安全，身体上比较安全。接下来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表达，壮胆。壮胆，壮就是变强，让一个东西强壮。壮胆就是让自己的胆子变大一点。比如有些人在很多人面前讲话的时候会非常紧张，
其实我在一开始做视频的时候，我面对着相机也会非常紧张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这时候就要壮胆，一般我会深呼吸，然后告诉自己，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，没有问题。这也是一种壮胆的方式，一种比较安静的方式。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更简单更有名的方法，就是喝酒壮胆。喝一点酒好像真的会让人更有勇气一点，尤其是在追求自己的爱情的时候。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喝酒，只是和大家分享一下壮胆的方式。你们壮胆的方式是什么呢？欢迎你在评论区里告诉我。说完胆，特别想和你们分享一个非常可爱的词，小心肝。哎呦，第一次听这个词是有点可怕的，但是在中文里，其实小心肝、心肝、心肝宝贝都是很亲密的称呼，意思就是说你对我特别重要，你是我非常珍惜的人。比如奶奶看到自己的小孙子就会觉得，哦，心肝宝贝，心肝宝贝，我的小心肝，很可爱。不过如果今天有一个陌生人走过来看着你说小心肝，心肝宝贝，那我建议你还是先跑吧。年轻人现在不这么说了，一般不这么说，可能老年人会更多一点。好，现在我们从肝继续往下走，到了肠子。肠子，说到肠子，你们吃过肠子吗？猪肠、牛肠？我之前还比较喜欢吃，但是最近1年几乎不吃了。不知道你们吃没吃过呢？希望没有让你感到不舒服。现在我们继续看中文里的肠子。中文真的很喜欢身体，连肠子都不放过，连肠子都不放过，连都。这个是 HSK4 里的一个很高级的结构，有一点惊讶的意思，和甚至差不多，经常和甚至一起用。我们在说一些让我们很惊讶的事情的时候，就可以用它。比如你会说这么多语言，连阿拉伯语都会说，他每天都坚持运动，连星期日也坚持运动。你们学习中文真认真，连这么长的视频都可以看完。中文真的很喜欢身体，连肠子都不放过。我们会说肠子直，直肠子。我们应该都知道，在我们的身体里，肠子不是直的，肠子是弯弯弯弯，肠子是弯的。但是在中文，我们说直肠子，意思就是说一个人说话特别直接，心里想什么，嘴上说什么。有时候可能说话难听了一点，不是好话，但是他真实的想法，很直接的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说出来，表达出来，就是直肠子。直肠子不能 hold back, if you know what I mean。 比如朋友问他，这件衣服怎么样？别人可能会说，挺好的呀，但是他会直接说不好看。再比如老板问大家觉得这个计划怎么样，很多人都会说挺好的，只有他说我觉得不行。这种人中国人可能就会说他肠子太直了，是个直肠子。有时候这是优点，因为他很真诚，不会欺骗人，但有时候也可能让别人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点不太会说话，不太会和人相处。比如我确实不太会和人相处，不太会说话，在社交的时候我真的不太会说话，我也是一个很典型的直肠子，有什么说什么，不会思考。最后再来看一个特别夸张的表达，肠子都悔青了，肠子都悔青了。这里的悔是后悔，太后悔了，肠子都悔青了。这是一个很夸张的表达，因为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肠子不是绿色的，对吧？肠子是粉色、红色、粉红的。中国人真的很喜欢用这些夸张的表达。肠子悔青了，意思就是特别后悔，但是后悔也没有办法了，因为已经过去了。比如在你们的黑色星期五，或者在中国双11的时候，11月11号是一个很大的购物节。在这些购物节里，你觉得算了，不买了，没什么特别需要的。然后购物节结束了，你发现所有的价格马上高了好多，是不是开始有一点后悔了？
如果特别后悔，我们就可以说肠子悔青了。之前还比较年轻的时候，我有很多后悔的事情，后悔一些小的事情，比如今天没有很早睡觉，后悔；今天又刷手机刷了这么长时间，后悔；也后悔一些大的事情，比如为什么我没有选择语言专业，为什么我没有去非洲，很多。有时候确实特别后悔，肠子都悔青了。但是越来越长大，越来越成熟，反而发现没有那么多特别后悔的事情，更没有那么多肠子都悔青了的事情。我觉得这就是生活吧，肯定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，但是我们来不及后悔，我们的生活每天都在继续。与其天天后悔，不如早点行动，至少以后肠子的颜色还能正常一点。但说说你们吧，你们有没有什么后悔甚至肠子都悔青了的事情呢？欢迎在评论区里告诉我。中国人的身体真的很辛苦，刚刚心负责感情，现在胆负责勇气，肝负责重要的人，肠子负责说话，还负责后悔。现在我们再看一看中国人的手和脚到底每天都在忙什么？手忙脚乱，如果你一个字一个字翻译，就是手很忙，脚也很忙。其实它的意思就是一个人特别忙，甚至已经不知道要做什么了，因为脑子已经乱了。比如今天早上你已经睡过头了，你本来要8点起床去上课，但是你起床的时候已经9点了，已经迟到了。一醒来，完了，迟到了。一边刷牙一边找袜子，一边穿衣服一边找钥匙，手机找不到，钱包也不知道放哪里了，书包也找不到，就是很乱。然后最后你出门的时候甚至都没有换拖鞋，这时候我们就会说今天早上真是手忙脚乱。再比如很多人第一次做饭的时候，一边看菜谱一边切菜，锅里的菜已经快黑了，然后突然发现我没有加盐，放完盐以后又发现我的米还没有开始做，整个厨房就像打仗一样。这种情况也叫手忙脚乱。虽然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做饭了，我做饭已经做了3-4年了，但是每次做饭的时候还是手忙脚乱的，最后菜不好吃，厨房也快没了。其实我拍视频的时候也是这样，有时候相机没电了，麦克风没开，天快黑了，我东西还没有准备， SD 卡忘记放了，有时候真的确实手忙脚乱，还在努力学习。看到这里你已经有点累了吧？不要脚底抹油走开哦，不要马上很快的离开哦。脚底抹油之后脚很滑，当然就很快咯。现在回家打扫房间。我们现在去健身房。你要是不去健身房和我一起运动，我就把你腿打折。很多中国孩子应该都听过这句话，很多中国父母特别喜欢说这句话，看我把你的腿打折了。小时候如果我们特别调皮，特别不听话，爸爸妈妈可能就会说，你再这样，看我把你腿打折了。当然他们只是嘴上说说，不是真的要把你的腿打折，那有点太可怕了。但是确实是一种威胁吧，对吧？是一种威胁。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化差别，英文里面有一句话是 break a leg 还是 break your leg， 意思是祝你好运。其实这句话中国人一直都理解不了，为什么把腿打折是祝你好运呢？因为在中文里面，把腿打折不是祝福，是威胁啊。所以很多中国人学英语的时候都会特别奇怪，连我也会觉得奇怪。我已经学习英语很长时间了，但是我还每次看到这个 break a leg 的时候，我还是会有一点奇怪，不太习惯。所以同样是腿，中文腿打折了是生气，是威胁，英文 break a leg 是祝你好运。语言真的很有意思。好，今天我们已经把中国人的身体研究的差不多了。最后送大家一个小彩蛋，也是很多外国朋友经常听说但一直不理解的一个词，绿帽子。为什么是绿色？为什么不是红帽子，不是蓝帽子，不是黄帽子？
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故事，但是今天我们不研究历史，你们只需要记住它的意思。如果一个中国人说他戴绿帽子了，或者他被戴绿帽子了，他被绿了，意思就是 he was cheated on， he was cheated on。 所以以后如果你来中国，千万不要送你的中国朋友一个绿帽子。如果你真的送了，他可能一边笑着说谢谢，一边心里想我们还是别做朋友了。不过现在中国年轻人也越来越轻松了，但是如果别人真的送了你一顶绿帽子，我还是建议你先去确认一下他到底会不会中文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已经从头一路走到了脚，视频这么长，你们看到这里真的很棒。心负责感情，胆负责勇气，肠子负责后悔，手脚负责忙，脸负责面子，只有脑子什么都不用干哎。不过最忙的其实不是中国人的身体，而是中文学习者的大脑。现在我猜你们已经头大了。今天你最喜欢的表达是什么？最有共鸣的表达是什么呢？我真的很想看看不同国家的人到底把情绪放在哪里。如果你已经看到这里的话，欢迎在评论区里回复这个表情包，告诉我你们完成了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，也可以给我一个 like， 一个 super thanks， 或者订阅我的频道，成为我的会员，这对于我来说都非常重要。谢谢你们的喜欢，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。